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反正我没赚钱，但我也没亏钱啊，因为我这几天基本上没怎么买币，倒是我昨天买球啊，买了几百块钱娱乐了一下，但是呢也没中，不过也就花了几百块钱，赚了就赚了，亏了就亏了，而且这个结果是一局定输赢，没有说像炒币那样的延时性风险。谁能想到东道主卡塔尔开局拉垮，0-2输给了厄瓜多尔？不过呢，这也能理解，厄瓜多尔也不弱的。所以说呢，这个赌球啊，看起来真的挺刺激的。今天晚上呀，是英格兰对战伊朗啊，我买了点炸鸡啤酒，准备好好看一场。我感觉这一场应该会很刺激。英格兰是欧洲传统的强队，但是呢，他大赛发挥的经常不稳定，所以呢，也被大家戏称为大赛软脚虾。而伊朗呢，也算是亚洲第一强了，那这俩打起来应该挺好看，挺刺激的。嘿嘿，我就是喜欢看英格兰每一次都险胜的感觉。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行情的后续啊，这币圈还能不能玩了？那面具人，我总结了一些考量点和现在市场环境的变化啊。那我顺便想说一下这几天出现的一些奇怪事情啊，一些怪行情，以及我经过深思熟虑过后，大胆的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币圈涨不回去了。为啥呢？尤其是比特币、以太坊很难涨回去之前的比特币69000，以太坊3000、4000，我感觉涨不回去了。为啥？你们仔细听好了，来，OK， 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我的节目，包括我对后市的预判分析，挺可惜的。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首先呢，我要来讲一下 CHZ 啊，还有 SNM 这两个币啊，很奇怪。我们通过这两个币来看一下币圈现在到底是个啥逻辑啊？那 CHZ 作为体育类的加密货币，大家都肯定觉得啊，到世界杯来临的时候，它一定会暴涨的，对吧？可现实呢，就是这样的打我们的脸。在世界杯开幕的前夕 ，CHZ 就开始一路下跌。到现在呢，已经跌去了30%了。我上期节目中就说了，很多人问我啊 ，CHZ 能不能买？我说能买，但你也别当回事儿，最多娱乐一下，最多用1成仓位玩一玩就行了。但是呢，也很有可能啊，那就是大家都觉得 CHZ 会涨，那我庄家就反向给你操作，我就不涨，我就给你跌啊。这也是一种判断，但是呢，我告诉你啊，这里面啊有很大的内幕，那就是不管你判断涨还是判断跌，你都基本上是输的那一方。为啥？因为这里面的一切都是按照数据说话的。项目方手里面的币是无限的，涨跌完全是他自己说的算。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玩都是输，涨了你输，跌了你还输，而且涨多少跌多少，你会抄底或者割肉。每个人的交易习惯、触发点，这些数据都是可以被算法量化的。甚至在每个波段点当中，如何去套利、去叠加用户行为，比如这个波段能清理掉多少人，吸引多少人，达到某个价位，多少人会割肉，多少人会进场，都可以用算法量化的。然后呢，就是沉淀的人数和资金也可以叠加进去，再总体的去量化，把这些人最后一网打尽。这些都是大数据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说，项目方觉得可以杀猪了，他就出自己的币。然后呢，大数据机器人可以完全预判散户的行为，散户的行为完全是可以被计算的。这就是为啥你觉得啊，你买了以后就跌，你不买了它就涨。
其实我们都在算法之中，而且这个算法它是阶段性的，一笔一笔的，每一个价位、每一个波段去在那儿算呢。你不要光看这一瞬间，它是经过很多一小段一小段叠加起来的一长串，就形成了一个涨涨跌跌的 K 线幅度，明白了吧？它每一笔交易、每个波段都可以被连续计算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某个区域某个价位的止损单多它数据插一下针或者是砸一下针就完事儿了嘛。而且爬虫它也是可以抓取区块链数据的买卖的单价的，从而呢通过大数据计算预判玩家的买卖行为而且我告诉你们这个币追涨杀跌制造效应，然后把你们割了，出他自己的币，把盘子再砸下来，纯粹的就是买肉割肉。这种行为是项目方他只能这么做，他必须这么做。为啥呢？我等会儿告诉你们。看 CHZ 几乎开始崩盘了与此同时呢，币安自家的 SNM 当天直接从 0.2 拉到了10块，涨了500倍，一瞬间几分钟的事儿。不过各位观众，从 0.2 到10块的这个区间你能买到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在加池子的时候你是不会知道的，也不可能有人事先通知你的，只能是他自己悄悄摸摸的加好了池子了， K 线画好了，然后呢再雇佣博主呀、网红呀、群头呀这些人，看把 K 线给你们看呀，涨了10倍了，涨了20倍了呀，涨了500倍了，接下来肯定是顶翻天了，涨破天了，赶紧买呀，现在再不买就来不及了。带节奏让你们进去买，然后呢把你们割了，让你们送钱，因为人家早就铺好底儿了，你买了以后他就出货，然后再把你割了。大家仔细去区块链的地址上面去看一下那个 SNM 它在加池子的时候，你仔细去看，那些地址是很集中的，而且基本上就是那几个交易机器人在大额的交易，明白了没？说实话有一个小玩笑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 SNM 项目呀，看起来是个纯英文的那个网站上一个中文字都没有，这一看就是老外项目，对吧？但是面具人我觉得一个努力把自己包装成老外项目的网站里面再放个 QQ 群就有点 low 了。你们看这图嘛，这是他官网上的你说你是老外项目，你里面咋还放一个 QQ 群呢？太 low 了吧。所以说币圈里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些项目几分假几分真，你自己心里面觉得它的比例有多少？反正面具人我觉得现在币圈诈骗项目占99%甚至99.9%，因为我见的项目比你们要多得多了，而且每天都有很多项目方给我发邮件要合作要推广，我都能得到他们的核心资料。这些项目它的本质都是很恶心的，说白了就是为了骗，为了割韭菜好了，不说这些了。我再给你们解谜一下，刚才我说过的项目方为啥只能割韭菜他为啥只能就是说拉个盘然后把你们全割了？你们仔细想想嘛，你去看那些项目方的网站，那些网站上面又不卖货，又没商品，也不卖服务。你们别小看服务互联网项目的服务技术服务团队的搭建的成本可是非常高的。我问你们 QQ 做不做服务？阿里巴巴做不做服务腾讯、新浪、网易这些网站做不做服务？他们就是靠做服务起家的呀，而且他们的核心盈利项目也就是服务呀，是不是服务的成本是很高的。可是你现在去看那些这个项目方那个项目方的网站，里面没啥服务就是给你包装一些你看不懂的一些看起来很牛逼的吹牛逼概念，然后就把你割了你说他又不卖产品又不卖服务的，那这些项目方花钱做网站
啊，做图、请美工、租服务器、找网红、搞推广、请程序员，他花这些钱干啥？他为啥这么做？这些事情都是要花很多的钱的呀。他的运营资金从哪儿来呀？他的成本从哪儿回收呀？你说他不卖货不卖服务，他的钱从哪儿来？啊，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我们之前炒币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过呢？他只能割韭菜了呀，他没有办法从市场获取利润，所以呢，他只能靠追涨杀跌、下套、拉盘，给你们画 K 线，让你们看，把钱买进去了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币出掉，100%的利润套出来，把你们割了，套韭菜嘛，对吧？整个币圈目前的环境就是这样，你骗我，我骗你，没有任何的外部转化和价值存储。至于这个价值存储啊，你们可以参考买房呀、买车呀，对吧？这是价值存储。我一套房我可以住1辈子、2辈子，世世代代住下去，那这个泡沫就消化掉了，对吧？可是你买币呢，啊，实用性没有，服务性没有，价值存储也没有，所以就会造成了，很多傻逼。你看之前买以太坊啊，2.0质押呀，年化利息4%呀，然后呢，买了以太坊以后，1700、1800，买了现在跌到1100了。那些质押个50个以太坊、30个以太坊的人，做验证节点的人，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傻逼呢？啊，那说到了以太坊了，我告诉你们啊，顺着我刚才说的这些观点啊，我还能继续判断，比特币、以太坊它也涨不上去了，为啥？你看现在市面上的好多人啊，那些傻逼还信心满满的觉得比特币会回到10万，以太坊会涨到4万、2万、3万，牛迟早会回来的。我想说，有这种想法的人啊，各位观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忽略一个关键点，那就是沉余资金。我为啥觉得比特币和以太坊回不去了啊？因为沉余资金太多了，现在很多散户手上都有筹码，或者是高位套牢的散户有很多，各个价位区间的散户都有。那至于前几年比特币为啥能涨起来，是因为前几年散户进场玩的少，比特币是一个小圈子，以太坊是一个小圈子，所以呢，他们拉盘的时候，庄家们铺底儿的风险很小，因为沉余资金少，进币圈的人少，他铺了底儿以后，别人抽不了他的底儿。可现在呢，币圈用户大部分都被套住了啊，外围的用户也几乎能进来的都进来完了，剩下的不进来的也就是不进来的，进不来的。所以呢，现在你外部用户几乎没有，而且内部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散户的沉余资金占比太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庄家拉盘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盘还没拉起来呢，就被上面的冤魂给解套了。庄家自己把自己牺牲了，花钱做雷锋啊！我把资金打进去了以后呀，拿钱本来想拉盘嘞，结果呢被这些散户把自己解套了，我的钱没了啊！你说庄家会不会这么傻逼？他们的精算师、他们的算法工程师都是干啥的？这就是为啥你们仔细去看一看，几乎所有的99.99999%的币圈的项目啊，都是拉一波带走了以后，涨一个大波啊，然后呢就直接跌下来，把你们带走了以后，埋葬了以后，就不可能再拉了，拉一波跌下来，再就不可能涨回去了。为啥？因为庄家没必要用自己的钱去换人家散户的沉余资金，帮人家解套。而且对于庄家来说，他的利润来自于波幅，懂没？啊，他用资金拉盘砸盘，他只用得到自己想要的利润波幅就行了啊，没必要说强行去追求币价，拉盘拉得多么高，把比特币给你拉到6万，把以太坊给你拉到2万，没必要。他只用去算这些资金当中涨跌的那个百分比，那个波幅就行了。所以呢，币价涨多高已经不重要了。还有币圈的项目现在也是越来越多，
币圈内部的这种，咱们现在玩的这个币圈啊，其实就在内卷啊。外部的用户进来的少，可是现在新出的项目却越来越多啊。外圈已经在收缩了，能进币圈的人都差不多进了，没进来的就是不进的，进不来的啊。你怎么弄他也不会进来的那些人，所以呢，你没外部用户了。而内部呢，现在这些项目方呀、这些机构呀、交易所还在想着法儿的包装新项目，薅你们进场，割你们韭菜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外部用户，散户去进场拉盘也不现实了。而且散户的选择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庄家们也是在不停的开新盘子，继续割散户呀，对不对？我做一个项目。拉一波盘，然后把你们一次性砸下来收割了以后，我就没必要再去把这个盘子拉起来了呀！我再换一层皮，换一个团队，换一个包装，再开个新项目。开完新项目以后，把你们一割，我再换一个新项目。这就是生意呀，这就可以一直的复制下去呀，对不对？反正你们傻逼愿意玩啊。那既然你这个项目方会这样想，那其他的项目方不会这样想吗？对不对？那整个币圈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呀，对不对？你不像前2年加密货币，你只有比特币跟以太币来选，现在不一样了呀，现在百花齐放，百狗齐奔呀，是不是？再加上币安现在一统江湖了呀，他控制舆论，他控制交易所，他控制区块链，对不对？他还有自己的发声管道，他把推特都买下来了。现在整个币圈这个行情呀，包括老百姓的这个情绪呀，散户们该往哪儿走呀，指引方向呀，币安说的算呀，是不是？而作为项目方来说，能舔币安的屁眼儿，跟着币安老大哥赚点行情钱被拉一把赚点钱，我何必自己辛辛苦苦的去进货卖货，搞产品搞服务呀？是不是？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别说目前了，就是接下来的2个月、3个月、5个月、8个月，比特币跟以太坊很可能会越来越颓势因为这个神话已经破了，大家也都看明白了，谁傻逼愿意进来接盘买一个空气对不对？而且现在市场上还有很多零成本的，比如黑客资金呀，项目方和交易所闹翻的这些什么股权资金呀，这些钱人家说卖就卖了，是不？照样能把市场砸下来。我觉得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已经越来越接近大变革、大洗牌了，市场不会好的。我的投资眼光也准备转移到真正有造血功能的项目去了。如果说这类项目还没有出现的话，那我可能不会再炒币了。为啥？我就问你们你能保证你现在抄底的币，你手里面的币以后能值钱不？或者说以后就越跌越低，因为它本身自己没有啥价值毛嘛。以太坊现在就是这没有矿机成本托底儿了，所以呢，你看它这个价格就是起不来我就问你嘛，现在这种情况，你自己手里面的币，你买的币，或者你这2天想抄底儿的币，你买到手里面了，你仔细想一想，你能保证你现在抄底的币以后能值钱不？万一以后出来了有产品、有服务、有市场消费能力的币，人家那币是真正能值商品用的，或者说人家本身的币就是产品你换一个锅碗瓢盆呀，干啥你都能换。那人家有实用性的币，一瞬间就能替代你的空气币了人家用自己的币，至少还能换个盆儿，换个水杯。人家为啥买你的键盘随便敲2下啥都没有的币呢？项目方跑路了，网站关了，你连是谁都不知道，人家凭啥买你这种币呢？总之，世界杯结束之前，我是不会再买币了，再好也不买我就放放轻松，玩玩球，赌几把球，赌几把球就行了当然呢，我也有在积极的寻找靠谱的产业型项目。
如果说我这边有安全的项目的，有产业型项目的消息，哎，利润可能不会有那么高啊，但是稳啊，那我都会提前在会员群里面公布的。OK， 如果你们想要得到这些信息，包括市场行情的判断，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 19860425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